老美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，以色列突然闯下大祸，致使黎巴嫩无人机炮轰以军军事基地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最初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并不强烈，只在边境地区出现小型争端。可在巴以冲突爆发后，黎巴嫩真主党全力支持哈马斯，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行为，却引起了以色列的不满。以色列紧接着就突然出手，动用空军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维萨姆·塔维尔。这一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，致使以色列军事基地迅速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强烈袭击。黎巴嫩先后发射62枚火箭导弹袭击以色列，给以色列军队造成重大创伤。而以色列为了还以颜色，迅速启动战机对黎巴嫩地区进行目标打击，双方冲突直接白热化。多方混战也造成了中东地区进一步的混乱，也为未来中东地区局势走向蒙上一层阴影。那么，以色列为何会和黎巴嫩之间结下梁子呢？黎巴嫩真主党突然对以色列出手，其根本原因还是得从历史上说起。在以色列建国初期，许多阿拉伯国家都不欢迎这个外来户，于是就有了第一次中东战争，而黎巴嫩自然也不例外，所以双方就此结下了梁子。虽然黎巴嫩以失败告终，但黎巴嫩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国家合法性，且始终拒绝与其建立外交关系。1982年6月6号，在美国的支持下，以色列想到了一个借口，打算帮助黎巴嫩清剿巴勒斯坦的游击组织。可黎巴嫩怎么可能让以色列的军队进入自己的国土？于是就有了第5次中东战争。几天之内就攻下了大片江山，企图建立一个亲以政权，梁子自此越结越深，之后也一直冲突不断。于是，在2006年，两国又一次爆发战争，以色列称为第2次黎巴嫩战争，而黎巴嫩则称为7月战争。可随着以色列的四处惹事儿的行为，一向纵容他的老美都开始转变了态度。黎巴嫩真主党突然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，为何会让老美的态度发生转变呢？美国情报局曾秘密评估，如果加沙地带的冲突被扩散到黎巴嫩介入，那么以色列将很难取胜。老美为此还曾私下警告以色列，不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开战。可以色列却一意孤行，依然对黎巴嫩发起了更激烈的冲突，而这样的行为自然也会招来中东地区其他组织的注意。在近期的红海方面，由于胡塞武装的介入，以色列已经遭到了重大打击。美国为保护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，联合多国进行红海护航行动。然而，也门的胡塞武装向来不认老美，直接派出无人机进行自杀式袭击。以色列原本希望借用美国的力量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，结果却未能如愿。现在连老美都被卷进了这场纷争，甚至还丢了面子，自然无暇顾及以色列了。面临着多方势力的压力，以色列最好还是赶快停火，和平交谈才是最好的出路，否则等到一切追悔莫及时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